Hello，大家好。上个星期我一点时间就把马来西亚所有的上市银行股过去10年的资料，就把它放在这个表格里面。银行股有包括 Maybank、Bapet Bank、CIMB、RHB、Hong Kong Bank、M Bank、ABNB、Bank Islam 跟 MBSB。这个表格的目的呢，就是看它过去10年它的这个 revenue、profit、EPS 跟它股息的 payout，还有呢来看它一些 ROE 之类东西，然后再去从这些数据里面去判断哪一个银行股是值得追去投资。然后呢，它有2个 assumption，就是说如果明年或者是后年银行股继续成长，它的股价应该是多少钱？如果不好彩碰到经济衰退，或者是碰到黑天鹅，盈利大跌，这样它又值了多少钱？所以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。Before 我们继续这个课题之前呢，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头马风教学第一次堂课已经 upload 去了这个会员专区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加会员。我们来继续说这些数据呢，表格呢，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些 term 的话，这里我也不会详细的解释，你们可以自己去 Google， 因为这个不是一些很 basic 的东西来的。现在我们直接跳过去这个 calculation， 你可以看到这边顶上这边有所有的银行股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多这些 assumption， 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有一个 EPS adjusted。Growth adjusted 就是说它从它上一个 quarter 或是去年它的成长是多少，而最顶这边就是 EPS 在2022年的。这边有一个叫做 Dividend Payout Ratio，average 是 percentage， 可以看到 Maybank 是给派息，它赚的钱是派最多的，大概是85%。Bapet Bank 呢，有朋友说它就是比较少，但是我看回的话，老实说它也不是很少，大概有一半，它是拿来派息的。然后下一个就是 PE（Price per Earning Ratio）average 过去5年的，可以看到Bapet Bank 呢，市场是给它更高的 PE， 而有一些是比较低的。可以看到 Hong Kong Bank、Bapet Bank 跟 Maybank 呢是偏高，它的 PE 是偏高。这样为什么呢？其实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去看回这个图表的话，你去看它的 Net Profit Margin 跟 ROE， 你就会知道 Bapet Bank、Hong Kong Bank Net Profit Margin 跟 ROE 呢都是比较高的。而有些朋友说 Bapet Bank 的派息比较低，我也觉得是 OK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的 ROE 是偏高，也就是说 Bapet Bank 呢有能力把股东赚的把盈利呢转成更多的盈利，所以 ROE 比较高，这样它派息比较少的意思是说，他把这些钱拿去赚更多的钱，我觉得这个更加比较好，就是不要派息，拿这些钱用去赚更多的钱，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。这边呢，就是说它过去10年的这个 EPS growth， 你可以看到在2020的时候呢，所有银行都是负成长。就算 Maybank 也要跌28%，Bapet Bank 呢也是跌11%，有些是跌更多。这个呢就是拿来预算，如果它是碰到经济衰退的时候，它可能下跌的幅度这边也是有些negative，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想法 assumption 说它会跌多少，这个是拿来算 calculation 的。OK， 所以我们这些资料有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去估算，如果它的业绩是继续成长的，
明年后年的业绩继续成长，它应该值了多少钱啊？派息 dividend yield 又是多少？可以看到呢，这边呢，如果它去成长的话呢 ，Maybank 它就大概是值了9.4、9.5。宝贝 bank 呢就是4.8，以此催泪啊。如果你是在今天买入，你所赚到的股息呢，大概就是7.5%， Maybank 啊，宝贝 bank 呢也是有4点多%，啊，是不错的。如果现在价钱，而今天的 PE 呢，是讲的是已经是 actual PE 呢是比它的 average PE 呢是比较低了，啊，你们这边可以自己看到。这边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买入就是8.8呢 ，Maybank 呢，比如说我的 capital gain 呢，就是说我可以股价那边呢，我赚的大概是0.84，然后再加上股息，我大概是可以赚17点多%。Maybank 32%，CIMB 30%，就是类似的东西。如果我今天买入，我等它1-2年，它的这个 EPS growth 继续成长，这样我就大赚了。而我可以赚多少呢？这边就是一个 assumption， 那不一定准，因为这个赚多少呢是based on这个 PE 的跟这个dividend， 但是我们也要预算它，如果它真的是往下掉，你看到我这边就是往下掉了，减15啦，减25啦，这东西，这个东西是可以调的，自己可以调的啊。它的股价多少钱呢？啊，这 Maybank 的话，现在大概是8.6，它可能会跌到6.7。Maybank 呢，现在是3.8，可能会跌到3.半，类似东西。而这个 PE 呢，因为它是下跌嘛，我就说它 PE 要比它的平均 PE 更低18%的话，这个就是它的 PE， 然后这个是它算出来的这个那时候的股价。如果再把它全部算起来，就是说股价下跌，但是我们也是有赚这个股息嘛，大概是会赚多少钱？这边就有这个数字了。这样 Maybank 大概是减16.89，Maybank 呢是减5，然后 CIMB 呢是减这个15.94，就是类似的一个算法 assumption。经过这两个这样算法的话呢，我们会发觉到，如果它业绩成长的话，最好赚的就是 Bank Islam 跟这个 Bank 跟 CIMB 也是。如果它的业绩不是很好，衰退很厉害，亏最少的就是 Bank、BIMB、M-Bank 之类东西呀。所以从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从我这个估算里面，我就知道说 Bank 跟 Bank Islam 呢是首选，因为就是说胜算高，输的机会比较少，可以守5%是可以守的呀。但是并不代表说你现在就要买入，我们还要配合技术分析。比如说 Bank Islam 跟 Bank 现在的图表呢是非常的不漂亮，可能可以买到更便宜。如果买到更便宜的话呢，像我们的这个胜算呢就会更高。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估算，很粗暴的，并不一定对，但是给你一个想法。如果它经济好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值多少钱？如果衰退的话，又是值多少钱？这样我们买卖的时候呢，心中就有谱，就不会乱买。就再配合技术分析，买一个比较合理的价钱，比较便宜的价钱，把这个胜算提高。这个表格呢，我的 YouTube Member 会员第2级的 Level 2的都 Level 2以上的都是可以看到这个表格，可以打开，然后自己再去 adjust 这些数字。如果你也是不想自己做的话，也是可以参加这个 Level 2的会员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表格了。
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做的话也是 OK 的，方法也是很简单，你只是要照着这些，把它的这个数据填上去，然后在自己这边做个 calculation，这边讲得很清楚了的啊，因为方法是很简单的，只是一个加减乘除罢了，你就大概也是可以自己做一个类似的一个图表。OK，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你的钱你自己做主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帮我去 share，帮我去 like。当然，最要紧的要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。